美人留步。转过身来。亲自给皇上请安，不知皇上在此，惊扰皇上，请皇上降罪。你叫青姿？朕想起来了，你在前太后宫中为朕跳过舞，跳得好，跳得好。谢皇上赞赏。那就为朕再跳一曲，为着良宵品添姿彩。急不急个半死啊？可不是嘛！少长月，一大早你们在聊什么？聊得这么起劲儿？他们说上宫局又收到礼部通知，皇上又立了一个妃子。又立妃子，是谁啊？少长月就是你的同乡少淑女，青姿。是啊，少淑女被立为贤妃，比之前几位宸妃地位都高一些。那就好了。少贤妃，待本宫通传，本宫要向太后请安。是。臣妾向太后请安，愿太后福寿安康。贤妃免礼。谢太后。来，坐，来，坐。哀家今日到御花园一游，只见喜鹊迎面飞来，还在哀家面前叫了几声，哀家就知道一定有喜讯到。果然，
你被皇上册封为妃，真是可喜可贺呀！啊！亲自入宫以来，承蒙太后厚爱，今日得蒙圣恩，当然要在第一时间到宫中来向您请安了。哀家近日老觉得身体不适，对贤妃疏于照顾，有所不周的地方，还请贤妃别放在心上。哪里呀？得人恩果千年记，在臣妾心中，只记得刚进宫时太后是如何体贴照顾，至于其他的事情，臣妾已经不记得了。贤妃如此善解人意，哀家就放心了。来人，上茶点。不劳太后费心，臣妾这就告辞了。哎，贤妃为何来去如此匆匆啊？臣妾还要到周太后宫中请安。啊？臣妾虽非公侯之家出身，但两宫太后都需同样尊敬，这种礼数，臣妾还是知道的。既然贤妃这么说，那哀家也不便强留了。那臣妾就先告退了。好。这位少贤妃，好大的气派！这也不能怪她，她在宫里吃了那么多的苦。但愿她能够不计前嫌，以后可以照顾我前潘两家。臣妾少卿姿参见太后。起来吧。谢太后。你以淑女的身份进宫多时，我们也曾见过数面。平日我就觉得贤妃美丽动人，今日一见，更是倾国倾城啊！难怪皇上要钟爱你呢。谢太后夸奖。哀家知道你是前太后引荐的，如今当了妃子，就是哀家的好媳妇儿。以后多来走动走动，不分彼此啊！太后的教诲，臣妾谨记在心。贵妃娘娘，贵妃娘娘，何事打扰本宫拜神呢？娘娘恕罪，但是事关重大。究竟何事？皇上在宫中。皇上到底怎么了？皇上在宫中，刚刚又册立了一个少贤妃。皇上又立了一人妃嫔。是的，娘娘。
人生几何？这么高兴的事，皇上为什么不等臣妾回宫，一同欢聚呀？爱妃啊，朕不知道你提早回来，所以就……皇上就是因为不知道臣妾提早回宫，否则的话还会多立几位妃嫔，让臣妾有更大的惊喜，是吗，皇上？爱妃啊，这位就是皇上新立的少贤妃吧？臣妾参见贵妃娘娘。哈，不敢当。贤妃在宫中的名分仅次于贵妃，看来用不了多久，贤妃就可以与本宫平起平坐了。臣妾不敢。不敢？啊，贤妃一夜之间便将皇上的心虏获，你还有什么事是不敢的？爱妃啊，皇上，臣妾自新华寺回宫，知道皇上立了新妃嫔，如此高兴之事，臣妾只是想来道贺两句罢了。臣妾就不打扰皇上与贤妃欢聚畅饮的雅兴了。来人，在。摆驾回宫。是。爱妃。皇上，您还听曲看舞吗？不用了，回宫。皇上起驾！恭送皇上。皇上今日新立贤妃，臣妾不敢让皇上进臣妾宫中，以免坏了皇上新婚之乐的心情，还会让臣妾遭人非议，说臣妾不明事理，独占皇上。爱妃，朕知道有负于你，但是你先把门打开，让朕跟你说清楚嘛。臣妾很清楚，皇上见一个爱一个，就是这么简单，这么明白。爱妃，皇上请回吧。娘娘，奴婢知道娘娘千般委屈，万般不愿，但皇上立了贤妃，是不能改变的事实。如果娘娘这样把皇上拒之门外，奴婢怕娘娘把皇上越推越远。你就装作是自作主张把门打开的。皇上，娘娘还在生气，奴婢自作主张把门打开，请皇上劝解一下娘娘吧。
妃，是朕不好，别生气了。皇上怎么会进来的？皇上，请出去。爱妃，你别这样。朕知道委屈了你，昨夜你在宫外，所以朕到湖心亭去赏花，怎料遇到娴妃在那边练武，所以呢，朕只是一时意乱情迷。皇上不要再说了，臣妾不想听，好，不想听。朕不说，朕不说了。皇上一而再，再而三的立后立妃。皇上知不知道这样做会伤透臣妾的心？爱妃啊，朕知道有负于你，对不起你，但是朕保证，这是最后一次，以后朕再也不立其他的妃嫔了，好不好？爱妃，皇上，好了好了，别难过了。好了，爱妃，别伤心了。闯入他的寝宫，把皇上责难了一番。更糟的是，皇上后来也跟万贵妃一起回宫了。哎，日后少贤妃想有好日子也难啊。可不是吗？蹊跷参见娴妃娘娘。平身。海棠在。给本宫先退下。是。娘娘，士别3日，当刮目相看。看娘娘现在多威风啊！其实本宫的处境仍是危机四伏。想必昨夜万贵妃闯入本宫之事，已经传遍整个后宫了吧？哎呀，娘娘别担心，瘦死的骆驼还比马大呢。妃子就是妃子，淑女就是淑女，得了娴妃的名分，身份已有不同。至于是否得到皇上的宠幸，那就要看娴妃的胳膊是否比万贵妃强了。你觉得我跟万贵妃能比吗？娘娘，别灭自己威风，长他人志气。论身材，论相貌，娘娘不比万贵妃差；论青春貌美，万贵妃更是望尘莫及，皇上早晚都会回到娴妃娘娘身边的。希望如此吧。哎，娘娘，你曾说过，如果有好日子过，你一定不会忘记蹊跷的，对吗？当然了，没有你出谋献策、穿针引线，怎么会有本宫今天呢？你放心吧。我已传召李上宫前来，商量把你调任为我宫中长医一事，日内方可成事。谢谢娘娘。何须客气啊，这是你应得的。蹊跷，你们要干什么？贵妃娘娘要见你。贵妃娘娘，
宫狠狠的打。是，娘娘。娘娘，你为何要责打奴婢啊？你还敢问？那夜湖心亭是谁替少青姿传真引线、精心布置的？当日少淑女只是想在湖心亭练武，奴婢也只是答应帮她张罗的。令七巧，你当本宫是傻子吗？练武，再给本宫狠狠的打！娘娘，娘娘饶命啊！娘娘，娘娘！哎，你是谁啊？来这里干什么？我是七巧，求见贤妃娘娘。七巧姐，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啊？哎呀，别提了，娘娘在吗？在，跟我来吧。哎，七巧怎么这样了？娘娘，七巧求见。七巧。你这是怎么了？娘娘，你们先下去吧。是。快来。这是怎么了？回娘娘，万妃知道娘娘得到皇上宠幸一事，是因为七巧暗中帮忙，所以把七巧抓进她的宫中责打一番。娘娘。他们太过分了，他们怎么能这样对你？娘娘，日后你一定要庇护七巧，否则在后宫之内，七巧真的无法安生啊！你放心吧，你就在本宫身边，只要本宫在位一日，本宫就不允许他们欺负你啊！谢娘娘。疼不疼？一会儿本宫让海棠去御药房给你拿一点药来啊！谢娘娘，谢娘娘。皇上驾到！臣妾恭迎皇上。爱妃啊，不必多礼。谢皇上。进去吧，皇上。皇上是怕万贵妃会生气，才一连几日到她宫中相伴。过些时日，皇上自会回到娘娘宫中的。希望如此吧。以前以为当了妃子，就不会再烦恼了，没想到更烦恼。娘娘别气馁，来日方长，万贵妃定有年老色衰之时的。
可我到了那个时候，不也是一样？宽衣吧，替本宫卸妆。是，娘娘。参见贤妃娘娘。哎，那不是新册里的贤妃吗？你看她怎么憔悴了这么多呀？当然了，皇上临行过她一夜之后，第二天就被万贵妃闯进她宫中，把皇上要了回去。如果皇上再不理她，那不是跟当淑女时一样可怜？是啊。哎呀，别说了，走吧。娘娘，七巧去把那2个嚼舌根的奴婢拉过来治罪。别生事了，走吧。是。皇儿，今日我们母子抛开繁文缛节，好好的畅谈一番。是。好，不说这些了。皇儿，茶都快凉了，来添点热的。有劳母后。娘娘，
皇上正朝雨霞殿走来。真的？快看本宫妆容，需不需要整理啊？娘娘不用，娘娘的妆容完好无缺。皇上驾到！臣妾恭迎皇上。贤妃免礼。参见娘娘。参见娘娘。方上仪，我觉得整段曲子若以二胡古琴合奏会更好听。对，这样用不同的乐器配衬起来，整首曲子听上去和以前大有不同。既然方上仪满意，那各位我们就再奏一次吧。少长乐，贤妃娘娘召你到湖心亭弹奏。海棠，少长乐现在主要重编旧曲，贤妃娘娘想听曲的话，我派其他人过去吧。方上仪，可是娘娘点名要少长乐。贤妃娘娘想要听曲的话，我派其他人过去。方上仪，可是娘娘点名要少长乐。方上仪，没关系，我去一趟就是。那好吧。娘娘，春华带到。奴婢春华参见贤妃娘娘。你没想到吧？本宫也能有今日的风光。春华一直希望娘娘能得到皇上的眷顾。是吗？那是谁让本宫去思珍房学艺排遣寂寞的？是不是在你眼中，本宫还不如那些宫女呀？奴婢不敢，奴婢从来没有这样的想法。不敢，不敢，你怎么会去奉承浣衣局的官奴百寒香，让她做了宸妃？你却想把本宫推到思珍房去？春华原意并非这样，百宸妃被册立一事，与春华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倒推得一干二净。贤妃娘娘，你切勿听信谗言。春华对贤妃娘娘从来没有加害之意，或者不敬之心。什么谗言？少长乐，请你明言，为了娘娘对身边的众人生疑才好。怎么，没法说明了吗？娘娘，别提不愉快的往事了。你传少长乐到此，不是要听曲解闷儿吗？没错。邵春华，你就给本宫弹奏一曲能让本宫忘忧的乐曲吧。是，请娘娘细听。
让你弹奏一曲忘忧之曲，你却弹奏一首让本宫如此愤怒不安的曲目。贤妃娘娘，这首乐曲轻快无比，奴婢不知道是哪里惹怒了贤妃娘娘，还敢驳嘴！来人，在，给我掌嘴！是。且慢。本宫以为是谁呢？原来是百宸妃啊！百宸妃参见贤妃娘娘。百宸妃原来还知道，在嫔妃当中，本宫的身份比宸妃显贵。那你还敢阻挠本宫教训一个小小的掌乐？臣妾自知身份有所不及，但贤妃刚册立不久，便惩罚女官，臣妾怕此事传了出去，会有损贤妃名声，望贤妃三思。既然是百宸妃为你求情，本宫就饶你一次。如有再犯，本宫绝不轻饶，你好自为之。海棠在，七巧在，摆驾回宫。是。春华，你没事吧？春华，你视她如姐妹，她竟然如此对你，真是枉费你一片苦心啊！春华，你别难过，这把琵琶坏了，我再送把新的给你。不用了，也许我根本就不配用这把琵琶。怎么会呢？娘娘，真的不用了。贤妃她是有意要对付我，再好的乐器也奏不出她想听的曲，何必再浪费个琵琶？也是。夏荷，你先送春华回去。春华，我们改日再聚。谢宸妃娘娘，春华先走了。别想那些对你不好的人，想想那些对你好的人，心里就会愉快一点。
少掌月，这把琵琶我修好了，还试弹了一下，音质虽然没有以前好，但还可以。试试。真的差不多，太谢谢您了。只要你开心，我也宽慰许多。其实我那日不只是因为琵琶坏了，更重要的原因是被自己的好友误会和羞辱。少掌月，我觉得只要自己问心无愧，早晚有一天他们会明白的。希望如此。没有想到阳月宫有这样一双巧手。说到巧手，我大哥才当之无愧呢。知道吗？我小时候特别调皮，曾经打坏了家里一个祖传的宝盒。如果爹知道的话，一定会打死我不可。后来，我大哥花了2天的时间，终于把那个宝盒给修好了。一直到我爹临终的时候，他都不知道那宝盒曾经被打破过。这么厉害？只可惜，我才学到我大哥的6成手艺，也不知道你满意不满意。我已经相当满意了。如果我大哥在世的话，一定会把这把琵琶修得完美无瑕的。你千万别这么想，以后你想起你大哥的时候，都应该是自豪的、开心的，而不是悲伤和难过。这样你大哥的在天之灵也会很开心的。还说好起来便与百飞有缘赏花，谁知病了这么久，想必那些西域蝴蝶兰都已经凋落了吧？西域蝴蝶兰凋落，但是百合还盛放呢。等你的病痊愈了，还怕无花可赏？这倒也是，幸好啊，你这几天过来看我，不然我在这儿不病死也得闷死。唉，你又胡言乱语了。看来啊，你是好多了。是吗？那不然怎么会开这样的玩笑呢？这倒也是。娘娘，来，先喝口水。那你先好好休息，我改日再来看你。那好，兰儿，送百宸妃。是。好好歇息啊。何宸妃的病情到底怎么样了？太医有何说法？娘娘阅讯至今未至，太医说她只是气虚血弱，过些时日就好。那你赶紧回去好好照顾她。是，百妃娘娘。何妃娘娘阅讯不止，这样失血，难怪她如此虚弱。这样下去真不知该如何是好。百妃啊，你也多吃点。臣妾已经吃不下了。而且啊，你们先下去吧。是。是。百妃啊，为何看起来闷闷不乐呀？没什么。臣妾今日去看过何宸妃。见他病容满面，臣妾有些担心罢了。
经柏妃这么一提醒，朕也想起来了，何妃已经抱病1个月了，怎么还未痊愈？就是因为这样，臣妾才担心。哦，柏妃你放心，朕明日会去看望，如果再无好转，就换一个太医诊断。谢皇上。柏妃啊，真是难得你对其他妃子也能关怀备至，朕很欣慰。何宸妃究竟身染何病？回皇上，何宸妃她气虚血弱，形成血崩，所以月晕不止，人也疲弱不堪。那该如何医治呢？下官认为，一方面需要补本培元，另一方面需要去尽身体内的不良气血，这样何宸妃自会日渐恢复。那就好，以后何宸妃的病就交由你来料理。是皇上。下官先回御药房开方煮药，稍后命人把药送来给娘娘服用。你先下去吧。是。臣妾谢皇上关切，感激皇上带太医来诊。爱妃何须多礼。爱妃啊，你也是朕的妻室，朕应该好好的照顾。你现在需要的是静下心来养病，如有任何需要，你命人到御书房找朕商议。谢谢皇上。臣妾知道了。张太医，张太医，刚才皇上传召你为何宸妃诊治，没有什么特殊情况吧？皇上见何宸妃久病不愈，召在下重新问诊。那你是怎么说的？你认为我可以怎么说呀？我要开方子。张太医，何宸妃之事，还请你多多包涵呐！啊！你我习医是为了治病救人，你怎么可以做出这种伤天害理之事啊？我也不想啊，可是我又不敢违抗上人的旨意。你话说完了吗？在下告辞。淑华近日谱写的乐曲都很不错，这丫头真是有才。你先回上宫去向李上公复命，我稍后过来。是。张太医，何事心烦？没什么。看太医如此气愤难平，瞒得了谁啊？果然瞒不过方上仪的慧眼。御药房在后宫中看似与世无争，但是你们掌管着宫中贵人健康的大事，又岂可独善其身，不受他人影响？医者父母心，可是有些人经不住威迫利诱，便沦为害人杀人的工具。太医有仁德之心，在宫中自会有愤愤不平之时，轻则自伤身心，重则可能招来他人加害。不如及早抽身离去，方是上策。家中有老有少，说到抽身，谈何容易啊！以太医的医术，就算到穷乡僻壤，也都可以谋生。只怕张太医留在宫中，是要等待一些永远不可及的事情。方上仪既然知道在下留在宫中的原因，也就不必多劝了。我就是担心太医你犹豫不决，会误了一生啊。这误了又如何呀？只要觉得值，你就由他去吧。还是希望太医你好好为自己打算打算。我这个老
朋友，才可安心啊。皇上你放心，在下在御药房滚打多年，自有一套生存之道。张太医，多加小心。啊，这些我知道。青子会突然被皇上宠幸，还被册封为贤妃，这可比早前册封的妃子的地位还要高一筹啊！所以哀家不是说了吗？不要逼他太急。前些时候，他来给哀家请安，似有诸多抱怨。太后请放心，他的父母还在老臣的手中。我想，他还不敢做出吃里扒外的事情。如果他敢对我们钱潘两家有何不利的话，他的父母也不会有好日子过的。唉，希望不至于到这一步吧。贤妃娘娘驾到。臣妾参见太后。贤妃不必多礼，快快请起，坐。谢太后。老臣参见贤妃娘娘。义父不必多礼，请坐吧。谢娘娘。娘娘，老臣知道，娘娘被册封之时，本想立刻进宫道贺，怎奈老臣的这两条腿实在不争气，痛得老臣实在是行动不便。所以，只有等到现在好些了之后，才来向娘娘道贺，还望娘娘见谅。义父有心了。义父今日来宫中，可否带家中书信一同前来？娘娘放心，老臣都带了。娘娘请看，老臣是个守信用之人。只要我的干女儿飞上枝头之日，老臣必定把邵家二老的讯息及时地传给娘娘。幸好本宫能得圣宠，否则本宫的家父家母可真的是音信全无了。娘娘啊，当年要不是老臣那样坚持，怎么能够激发娘娘的斗志，让娘娘在这后宫之内争得一席之地？照你这么说来，之前让本宫遭尽白眼的那些人，本宫都要视他们为恩人了。贤妃呀，哀家知道你在宫里吃了很多的苦，不过你大人有大量啊。再说，潘大人毕竟是你义父嘛，是吧？多谢太后提醒，臣妾以后不会再提此事。那就好。老臣谢过贤妃娘娘，还望娘娘不计前嫌，日后对老臣的两名犬子。义父放心，虽然家中父母在堂，可身边并无兄弟，也无宗亲。本宫早已把义父一家人视为娘家人看待。多谢娘娘。太后，臣妾未知父母消息多时，今日接到家书，想回宫细看，望太后准许臣妾先行回宫。
难得你有这份孝心，快快回去吧。谢太后。从宫中转送来的银两，有如及时雨，为父买到了上好的药材，继续医病，减轻了为父不少痛苦。除了我刚进宫时让春华带我送钱回乡，后来我哪有能力再送钱回去？那些钱到底是谁送去的？哎，小丸子，等等，贤妃娘娘有话要问你，你跟我来。贤妃娘娘。小丸子带到，哎，还不赶紧参见贤妃娘娘？参见娘娘。你先下去吧。是。你就是小安子。是。那本宫问你，是谁吩咐你送钱到淮安镇香河里的？快说啊！是月宫局的邵春华。是春华？是，除了他，还能有谁？没什么了，你先下去吧。是。那些钱真的是春华送去的吗？哎，海棠，娘娘为何闷闷不乐的样子？听何公公说，娘娘找到了给她父母送钱的小太监，问完话回来就成这样了。啊，没事，这里有我，你去忙吧。奴婢七巧参见娘娘。七巧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本宫有事要和你商量。娘娘有何疑难之事？本宫找到送钱给我爹娘的小太监，他说是受春华所托送钱回去的。那小太监可是小安子？你怎么知道？小安子跟春华一向友好，宫中之人都知道。他替春华说好话，那也是理所当然的。可我不认识那个小安子，他肯定是受人之托才会送钱给我爹娘的。那不是春华，又会是谁呢？是我让春华把东西变卖成钱的。如果真的是春华，那我岂不是错怪好人了？即使是春华托小安子送钱，也不足为奇呀。他可能是知道娘娘揭穿了他的虚情假意之后，想做点补救，日后等娘娘得势之时，为自己留一条脱身的路罢了。是这样啊。可是送钱的时间刚好是在……哎，娘娘，奴婢在外面听到一些闲话，不知道该不该跟娘娘说。你直说无妨。上次娘娘教训春华一事已经流传开了，大家都说娘娘忘恩负义，进宫以来受了春华不少恩惠，现在却恩将仇报。当了贤妃之后，又对春华故意羞辱，宫中的下人对贤妃娘娘都有微词呢。真有此事？娘娘，有些人是两面三刀，口是心非，娘娘要小心提防才好啊。
太后和青姿还有没有找机会故意为难你？没有了，他们把棋出完了，也懒得把我们这些奴婢放在心上。我真替你不值，你为青姿付出了那么多，到头来反遭他怨恨。我真不知道七巧到底跟他说了什么，才会让青姿对我有这么深的误会。是啊，你看啊，现在贤妃娘娘和七巧真是形影不离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贤妃娘娘要是再和七巧走得太近的话，她可能会惹人记恨，招来祸害的。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个，不知道青姿会不会被他所累？那是他自己的选择，与他人何干？你们好大的胆子！参见贤妃娘娘。在你们心目中，还有我这个贤妃娘娘吗？来人，再把春华、夏荷给我押过来。是。贤妃，怎样？百宸妃不知道宫中的规矩吗？私底下评论主子，该当何罪？百宸妃管教不严，本宫过后再跟你计较。你们两个可恨的奴才，竟敢在背后说本宫坏话！七巧，在，给我张嘴！是。贤妃娘娘，所有的话都是奴婢一人所说，要罚就罚奴婢一人。这里由不得你讨价还价，快张嘴！是。住手！贤妃娘娘，既然你说本宫管教不严，那好，你要惩罚的话，就连本宫一并惩罚吧。百宸妃，别以为本宫治不了你，本宫现在就去太后面前参你一步，你就等着被召见吧。走。春华、夏荷，你们没事吧？想不到贤妃娘娘竟然如此的狠。夏荷，她恨的是我，对不起，连累你受罚了。春华，你别这么说。青姿太过分了，她怎么可以这样对你？娘娘，别再为那些小人生气了。来，喝杯茶，消消气吧。想不到那个春华真的在宫中说本宫坏话。奴婢早说过，他在四处散播对娘娘不利的谣言。不过现在让娘娘听到也好，整治他们一番，谅他们日后也不敢再如此放肆。少春华，本宫与你恩断义绝。百妃，你知道哀家一向怜惜你，可你为什么要和贤妃结怨，还在背后说她的坏话呢？臣妾该死，是臣妾管教不力，以致惊扰到太后。就算平民百姓家中，如果妻妾成群，也难免有纷争，何况在这后宫之内，经一事长一智。百妃，你要谨记，你最重要的是伺候好皇上，别的人和事别去理会，别插嘴，这才是贤德妃子之所为呀，知道吗？臣妾知道，臣妾定当谨记太后教诲之言。好了，那你就先回宫去吧。谢太后，臣妾先行告退。太后，贤妃刚册立不久，便与百妃不和，还来参她一本，看来也不是省油的灯。是啊，哀家也是这么想的。可惜，与贤妃不和的是百妃，而不是万妃。要是这个妖妇，那该多好！
不能小看了女人。别的不说啊，就说那个七巧吧，转个头的功夫，哎，她就变成了少贤妃宫中的长医了。就是啊，少了一个人，又要我们辛苦一点了。哎呀，哎，怎么？这是何珍妃的药啊！前阵子胡太医开的是调整月训之药，而今张太医开的是产后失调的补药。这两种药可差着10万8千里呢。哎，你有完没完？主要就主要，别的什么都别管。是，我什么都没看见。刘妃的食补汤煮好了没有？她派人来催了。啊，好了，这就拿啊。来，这就是。百宸妃到。何妃，百妃，我正想着你会不会来看我呢，你就来了。看来你已经好多了。是啊，自从吃了张太医的药以后，整个人都神清气爽起来了，吃的也好，睡的也好了。这样啊，那就是慢慢好起来了。是，幸好啊，皇上带张太医来给我诊治。那个胡太医不知怎么搞的，我越吃他的药就越不济。人有人缘，医有医缘，那说明你跟张太医有医缘，所以啊，你服了他的药，病情很快就好转了。可能是吧。我现在啊，就希望自己的身子早些好起来，好跟你一起去兰芳斋赏花呢。你可以出去走动的话，我随时都可以奉陪的。那好啊，一言为定啊。好，一言为定。来，先把药喝了吧。来，谢谢。前阵子何宸妃不是生病了吗？是啊，好像现在还没痊愈呢。怎么了？据说她不是生病，是有人用药暗中打掉她腹中的胎儿，却装作普通妇女之症来治，这才弄得她险死还生。啊，不是吧？信不信由你，这些可都是医药房里传出的消息。那究竟是谁下的手啊？这就不知道了。不过除了万贵妃之外，还有谁能指使得了御药房的太医呀？那倒也是。来，给我吧。谢谢。这个是我用兰芳斋的花瓣制成的香囊。里面有各种花香，就跟你亲自到兰芳斋闻到的花香一样。谢谢你，百妃，真的好香啊。张太医说，你还要留在宫中静养1个月，那你就好好休息。百妃，你有所不知，这1个多月来，我一直困在寝宫中，都快闷死了。现在身子已经好些了，可张太医还是不让我出门。太医自有他的道理，你就好好休息，千万不能出去吹风啊。好吧，那我听你的，但是你也要答应我，多到我这里来走动走动，有人陪我聊聊天啊，日子也容易打发些。娘娘，兰儿，你不是去御膳房取点心了吗？怎么空手而回啊？回娘娘，奴婢刚才在路上听到了一些事。什么事？这。何妃，那我就先告辞了，改日再来看你。这样，那好吧，白妃你慢走。到底何事？为何如此唐突？奴婢刚才在路上听见一件极其可怕的事，所以才那么失态。什么事？娘娘，这事不知是否真确，但奴婢看娘娘的身体，也觉得事有蹊跷。别卖关子，到底何事？刚才奴婢在外面听到一个传闻，说娘娘得的并非普通妇女之症，
而是被人用药打胎了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这是乐工局新编的乐曲，皇上您觉得如何？不错。陈飞先生，皇上在里面，你没被传召，不能擅闯。走着。哎，娘，给我让开！不能进去。皇上在里面，给我放下皇上！皇上，你要为臣妾做主，皇上。何晨飞，你应该知道宫中规矩，你这样胡乱冲撞，成何体统？臣妾已病月余，原来并非普通的病症，是有人下药，把臣妾与皇上的骨肉打掉了。皇上，何晨飞，你别在这胡言乱语，危